破案了，皮尤汤尼的幕后黑手居然是神秘星神，而且黑天鹅黄泉当舵，新的火虚无大丽花居然马上要来了。首先，这是 2.1 版本第一个打赢复活赛的，其实并不是刘盈，而是许多人心心念念的白天鹅女士大丽花坦斯坦斯。根据主线第一章《天鹅笼里的恶魔力》，她和黑天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她不仅篡改了明火大东的记忆，利用它把黄泉送进皮尤汤尼，还特意在巴音河里给黑天鹅留下一段记忆。我的名字是康斯坦斯，很高兴认识你。我们本该在匹诺康尼相遇，共度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这里甚至还特意给熊熊燃烧的火炉一段长时间的特写，说明大丽花很有可能是另一个记忆派系焚化东的成员。按照制图描述，焚化东自认为背负着替记忆星神筛选记忆的义务，他们把记忆分为3、6、9等，通过在全宇宙到处焚毁无用的记忆，甚至3档译着土土搜寻的兔存来减轻星神福利的负担。我们在魔女宇宙试验中就曾遇到过一位女性的焚化东成员，她的皮肤不仅像灰质一样没有色泽，同时睁眼的瞬间，身边还会冒出一团彩色的火焰。这段描述和大丽花不能说非常相似，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啊！这下真是不得不佩服记忆星神的眼光了。手底下袁东的颜值一个个都这么超模，所以大家更喜欢哪个记忆派系的角色呢？如果大丽花真的是焚化东的话，那他特意把黄泉送进皮尤汤尼的理由也就非常明显了。要知道，白花黄泉随手飞出的一刀都能对梦境世界造成难以愈合的损坏，而如果黄泉真的爆发作为虚无令使的全部实力，那么包括意志在内，整个痞星将不会有任何东西留下。这同样能让大丽花达到焚化皮尤汤尼的目的。而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兔里有位名叫罗伊的焚化东，曾在临死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无价值的记忆消融在时间中，犹如雨中泪水。而这句话居然同样出现在了黄泉的口中。所有过往俱已归于虚无，就像泪水终将消失在云中。虽然我们知道这两句台词都是在致敬经典电影《银翼杀手》，但种种巧合似乎都在暗示，一直被动流失记忆的黄泉与主动焚毁记忆的焚化东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的联系，就像魔女宇宙中虚无和记忆的命途回响、钥匙的统治一样。这部现实中彰显存在主义的巨著，也完美符合了黄泉在虚无的记忆中永不熄灭的存在主义精神。但不管怎样，既然抢先一步打赢了复活赛，那大丽花女士坦斯坦斯应该不出意外是要进塔池了。而且从她的能力以及同行来看，还很有可能会是的火系虚无，甚至替代银狼佩拉成为黄泉队的全新辅助，这也非常符合剧情中他指引黄泉来到皮尤汤尼的行为。说不定我们真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黑天鹅和白天鹅两个死对头动出一对的神奇画面。所以准备提前备好星球等时装后，第一时间迎娶这位新老婆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那话又说回来了，皮尤汤尼上究竟是谁不欢迎大丽花，才让我们要多等好几个版本才能见到新老婆呢？其实这个答案就藏在烧鸡老师亲口认证的痞星普通村民加拉赫身上。我们从主线中星期日的口中可以得知，加拉赫是神秘星神的爪牙。同时，这段把星期日一刀捅成欧尼酱的剧情反转，也证明了他才是操纵核物朝阳死亡的幕后黑手。其实早在 1.6 版本，老米就暗示过我们加拉赫和死亡的关系了。我们不妨仔细回顾一下《不眠之夜》里加拉赫登场的这个片段。他先是用调解用的雪特杯绊倒正在推行李的米莎，然后镜头切到加拉赫身上，在他端上火机的瞬间，整个场景的空间都产生了变化。画面直接从现实中的饭店来到了梦境中的饭店，而且注意这里的歌词，闭上眼才算醒来，正好对应了皮尤汤尼必须先通过死亡才能获得进入决赛圈寻找真相的资德。换句话说，加拉赫不仅和泰勒者一样是为数不多可以看到米莎的存在，而且能自由穿梭于两个皮尤汤尼的他，才是目前所有角色中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觉得戏的小伙伴请把戏打在公屏上吧。而且加赫的能力也绝非单纯的召唤死亡，其实我们仔细注意这段玩火的画面，就会发现加拉赫一直在有规律的晃动右手，这是不是非常像在进行某种催眠？我们再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死亡的出现都伴随着强烈的光影变化？所以此刻加拉赫其实并没有想刀掉星期日的想法，恰恰相反，他是通过催眠主动让星期日闭上眼，给他送进了决赛圈。而除了加拉赫之外，整个痞星还存在着极为庞大的神秘势力。不仅在家族的调查报告中，钟表匠一直在用疑似神秘的力量干涉家族的梦境，甚至包括异域迷因这一系列的怪物都是出自神秘的手笔。此外，据加拉赫所说，当初皮尤汤尼的独立就有神秘派系中的虚构史学家参与。这帮家伙最擅长的就是编造历史、混淆是非。比如列车志物上关于虚构史学家的记录就有提到，他们派系的成员全部都是历史级别。然后结尾处还特意备注，该词要被不明势力恶意编辑，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而且按照星穹铁道的底层设定，神秘星神迷失还是弗离的半生星神，结果他的信徒满眼都扰乱记忆的真实性，觉得哄堂大笑的兄弟们起码笑大家都迷上吧。正是在斗士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皮尤汤尼的历史才变得像书上的作业本一样，主打就是一个乱七八糟。这也能解释为何焚化东会费尽心思的把黄泉给送进皮尤汤尼，毕竟在这些把记忆划分成3、6、9等的信徒眼里，被一大伙斗士们乱涂乱画斗的皮尤汤尼猛进，无疑是最值得烧毁的记忆。此外，星穹列车一家人在开会的时候，机子就提到过，神秘派系也拥有在8音盒里留下信息的能力。而我们知道，列车组的8音盒大概率是钟表匠亲自派发的，也就是说，整个钟表匠相关的势力都和神秘星神有关。而目前皮尤汤尼上已经齐聚了童邪、开拓、欢愉、虚无、记忆、自食、神秘、存物的势力。下版本又有波提欧这的真虚海游侠强势加入，再加上杀鸡的统统又和秩序星神太一非常相似，而他渡香的3重眼的母神，很可能就是已经被童邪星神西佩所吞噬的太一。这下皮尤汤尼的局势是真的越来越乱了。不过，既然烧鸡老师明确表示皮尤汤尼的主线将于 2.2 版本完结，那么不管皮尤汤尼幕后的势力关系是多么的错综复杂，都将在不久后迎来尾声。而这版本打酱油的太后者也无疑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刀光。毕竟，当各方势力还在为了追逐钟表匠的遗产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咱们太后者已经在玩钟表把戏了。而且，黑天鹅为了表达歉意，临别时递交给我们的塔罗牌，从图案来看，也对应着拥有先知能力的愚者。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皮尤汤尼目前出现的绝大多数角色，都可以和前13张塔罗牌一一对应。比如加拉赫在剧情中自称13岁，很可能就是对应了塔罗牌中的第13张死亡。黑天鹅这预言家对应第11张命运之轮。星驰的兄妹作为皮尤汤尼明面上的画师人加邪恶大脸的主演，可以分别对应教皇和女祭司，而自我献祭向死而生的杀精，无疑就是倒吊人了。那大家最关心的留言又在对应哪张塔罗牌呢？那当然得是猎人啦。所以觉得太后者能在 2.2 直接起飞，打算皮成副本，迎娶刘英老婆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按爆你们的一吧。不过武教暂时还看不出黄泉对应了哪张塔罗，目前比较有可能的是第8张力量和第10张隐者，大家觉得呢？感谢大家3点多有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